短短5个月的时间，从提出方案到落地批量生产，一款皮实好用的歼击车就诞生了。这听起来是不是有些儿戏？但在二战的烽火硝烟中，武器装备的发展总是充满着各种戏剧性，如鼎鼎大名的追猎者坦克歼击车便是如此。别看研发时间如此仓促，可追猎者依旧拳打谢尔曼，脚踩 T-34，叱咤二战欧陆，成就盟军噩梦的威名。大家好，我是大胖兵，今天咱们就来聊聊这款别具一格的坦克歼击车。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追猎者坦克歼击车的诞生就像是一场充满戏剧性的逆袭。原本它只是德军在紧急情况下的一个备胎方案，可谁又能想到最后它却成了战场上的主力担当。1943年的德国在战场上被盟军打得节节败退，装甲部队更是损失惨重。而此时生产3号突击炮的阿尔凯特公司被轰炸，3号突击炮产量骤减，德军急需一种新的反坦克武器来填补空缺。于是追猎者坦克歼击车的研发计划就这么匆匆上马了，就像一场紧张刺激的生死时速比赛。追猎者坦克歼击车的设计基于 38T 轻型坦克底盘，这就像是在一个现成的汽车框架上进行改装。BMM 公司的设计师们就像一群技艺高超的工匠，在这个基础上对车辆进行一系列大刀阔斧的改革。他们拆除了原有的炮塔，安装上一门威力强大的75毫米 Park 39 L48 型反坦克炮。这门炮可是大有来头，它的威力相当惊人。发射空心装药破甲弹时，100毫米厚的装甲在它面前就像纸一样，轻松就能烧穿。在50米距离上开火，就连 IS-2 重型坦克都有几率被它干掉。为了让追猎者能在战场上更好的生存，设计师们还在装甲防护上下足了功夫。它的正面装甲被大幅度强化，厚度达到了60毫米，而且还是60度的倾斜角，这就相当于给它的正面穿上了一件超级坚固的铠甲。这样的设计使它的防护能力只比许多中型坦克，能够有效地抵御敌方炮弹的攻击。不过它也有自己的弱点，装甲最薄弱的地方仅有8毫米。就像这件铠甲上有个小漏洞，但考虑到它主要执行防守任务，基本是靠正脸吃饭，这点防护缺失倒也在可接受范围内。在动力方面，追猎者搭载了一台 Piga AC26 缸汽油发动机，最大输出功率160马力。这个动力对于追猎者来说，就像是给它装上了一双有力的双腿，虽然不是特别强劲，但也能让它在战场上灵活奔跑。它的公路最大速度可达42公里每小时，最大行程178公里。这样的速度和行程能够满足德军在战场上的基本机动需求。不过它的冷却系统只有一个通风口，需要一个强大的马达来驱动进气扇，这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车辆的整体性能，但并不影响它在战场上的发挥。还有追猎者的外形也相当独特，简直就是个低调的小个子。它的车体长度再算上炮管也就 6.3 米左右，宽度 2.1 米，高度把机枪都算上也才 2.1 米，甚至火炮距离地面的高度仅有 1.4 米。这低矮的身材在战场上那可是相当有优势，能够轻松地隐藏在各种地形之中。低矮的设计大大降低了它被敌人击中的概率，像穿了一件隐形的防弹衣，在战场上的生存能力大大提高。前后从设计到生产，追猎者坦克歼击车的诞生速度堪称惊人。1943年12月提出设计方案，1944年4月就开始量产，短短5个月的时间，它就从图纸上的一个概念变成了战场上的钢铁战士。这速度简直比变魔术还快，让盟军都措手不及。随着战争的推进，追猎者坦克歼击车的产量不断增加，它就像潮水一样涌入德军部队，成为德军在二战后期对抗盟军装甲部队的重要力量。从东线的苏德战场到西线的欧洲战场，都能看到追猎者那低矮而又坚定的身影。它就像一个不知疲倦的追猎者，在战场上四处出击，给盟军造成了不小的麻烦。1944年9月，在比利时的一场激烈战斗中，追猎者迎来了他的首次实战首秀，就像一位初出茅庐的战士，满怀热血地冲向战场。
当时德军的一个坦克歼击连装备了全新的追猎者坦克歼击车，奉命前往战场阻击盟军的进攻。战场上硝烟弥漫，盟军的坦克部队气势汹汹地冲了过来，追猎者们就像潜伏在暗处的猎手，静静地等待着猎物的靠近。当盟军的坦克进入射程后，追猎者们突然开火，75毫米 PAK-39L48 型反坦克炮发出震耳欲聋的怒吼，一枚枚炮弹精准地命中目标，就像一把利刃狠狠地刺向盟军的坦克。在这场战斗中，追猎者表现得异常出色，仅仅在短时间内就成功击毁了20辆盟军坦克，让盟军的进攻势头瞬间被遏制住。这一战，追猎者可谓是一战成名，他的威名迅速在德军中传开，成为了德军士兵们心目中的反坦克利器。他就像一个神秘的刺客，在战场上神出鬼没，给盟军带来了巨大的威胁。随着战争的不断推进，追猎者坦克歼击车的身影也开始陆续出现在各大战场。无论是东线的苏德战场，还是西线的欧洲战场，追猎者的身影几乎遍布了整个欧洲大陆，就像一个不知疲倦的战争机器，在各个战场上穿梭。在东线，它成为了抵御苏联 T-34的重要力量。苏联的 T-34数量众多，让德军压力山大，但追猎者凭借着它低矮的车身和强大的火力，在丛林和丘陵地带与 T-34展开了一场又一场激烈的猫鼠游戏。他们常常隐藏在茂密的树林中，或者趴在起伏的山丘背后，等待着 T-34的出现。一旦 T-34进入射程，追猎者就会迅速开火，凭借着精准的射击和强大的穿甲能力，给予 T-34沉重的打击。在1945年2月的东波美拉尼亚战役中，第741坦克歼击营的3辆追猎者成功伏击了苏军的 T-34纵队。在激烈的交火中，他们竟然击毁了11辆 T-34，然后毫发无损的全身而退。这一战果让苏军大为震惊。在西线，追猎者同样表现出色。1944年6月的诺曼底战役中，大量追猎者被部署在法国防线，对抗盟军的 M4 谢尔曼和克伦威尔坦克。在诺曼底那复杂的地形中，追猎者的隐蔽性优势得到了充分发挥。他就像在暗处的狙击手，悄悄地潜伏在草丛、废墟或者建筑物后面，等待着盟军坦克的靠近。当盟军坦克进入视野后，追猎者会突然发动攻击。75毫米火炮能够轻松击穿谢尔曼的装甲，给盟军的坦克部队造成了重大损失。据统计，在诺曼底战役中，追猎者共击毁了上百辆盟军坦克，成为了盟军在诺曼底战场上的一大噩梦。不过，追猎者自身也存在一些劣势，给他带来了不少麻烦。他的装甲比较薄弱，特别是侧面和后部装甲难以抵御敌人的攻击。一旦被敌人从侧面或后方击中，追猎者很容易就会被摧毁。而它的内部空间狭小，车组成员在里面的活动受到很大限制，长时间作战下来，车组成员会感到非常疲惫。再加上追猎者没有配备车体机枪，在面对敌方步兵的近距离攻击时，往往显得束手无策，只能依赖步兵的保护。一旦被敌人的步兵包围，他无法有效的反击，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敌人靠近，最后被敌人用炸药包炸毁。但瑕不掩瑜，缺乏资源的德国在追猎者的产量上下了一些功夫，也因此生产了诸多型号。据统计，追猎者坦克歼击车前后一共生产了2584辆之多，这也使它衍生出多个型号。Panzer Star 是追猎者家族中的一个简约版成员，它的出现主要是为了应对战争后期德国资源匮乏的困境。为了降低生产成本，提高生产效率，对主炮进行了大胆的改进，取消了主炮吸收后坐力的液压筒，改为刚性连接，让车身直接吸收后坐力。这就像是把一个原本复杂的减震系统简化成了直接硬碰硬的连接方式。虽然简单粗暴，但在一定程度上确实达到了降低成本的目的。就好比在经济紧张的时候，人们会选择购买更便宜更实用的产品。Panzer Star 就是这样一款为了适应战争经济而诞生的经济适用型追猎者。不过这种改进也带来了一些问题，比如主炮射击时产生的巨大后坐力对车身结构的冲击更大，可能会影响车辆的使用寿命和射击精度。但在当时的战争环境下，为了满足前线对武器装备的大量需求，这些问题也只能暂时被放在一边。
Bridge Panther 38装甲抢修车则是追猎者家族中的救星角色，它的存在就像是战场上的救护车，专门负责拯救那些受伤的装甲车辆。在激烈的战斗中，装甲车辆难免会受到损伤，而 Bridge Panther 38T 就是解决这些问题的关键。它在追猎者的基础上进行了一系列改装，配备了各种专业的抢修设备，比如它可能会搭载起重机，用于调运受损车辆的零部件，还会携带焊接设备，以便对损坏的车体进行修复。在战场上，它就像一个忙碌的医生，穿梭在战火纷飞的战场上，对受伤的装甲车辆进行紧急救治。当一辆坦克或其他装甲车辆在战斗中被击中无法动弹时， Bridge Panther 38T 会迅速赶到现场，车组人员会根据车辆的受损情况运用各种工具和技术进行抢修。如果是履带损坏，他们会用起重机卸下旧履带，换上新履带；如果是发动机故障，他们会打开引擎盖，仔细检查并修复发动机的问题。通过他们的努力，许多受损的装甲车辆能够重新回到战场，继续为战斗贡献力量。Bridge Panther 38T 装甲抢修车的出现，大大的提高了德军装甲部队战场生存能力和持续作战能力，就像给装甲部队注入一剂强心针。Flame Panther 38T 喷火坦克则是追猎者家族中的单兵大杀器，它装有一套克贝公司生产的喷火装置，这让它在战场上拥有了独特的作战能力。当它投入战斗时，就像是一个移动的火焰堡垒，让盟军的士兵避之不及。未能让视频发出去，大胖兵就不在此详细介绍该款式追猎者了。最后，大家对追猎者又是怎么看的？欢迎在评论区留言。我是大胖兵，我们下期节目再见。